村民们将一副风干的猪抬进院子里，用清水冲洗表皮，再用菜刀刮去蜡层。这是村民们为过年准备的枇杷肉，已经风干了好几年。在村子里，家中枇杷肉的数量象征着家庭的富裕程度。这是位于四川木里县大山中近乎与世隔绝的一个小村落。厉家嘴村的村民祖祖辈辈靠着种植放牧为生，也是一个至今仍维持着母系社会传统的摩梭人村落。18岁的阿苏是厉家嘴村的一名普通女孩，在摩梭人家族中没有父亲和丈夫的角色，家中子女永远和母亲生活在一起。阿苏正帮母亲准备着全家人的晚餐。母亲阿次玛是整个家庭的一家之主，在摩梭人家庭中被称为伊杜达布，负责管理家中所有财产、房屋、牲畜等大小事宜。他正考虑着要将一家之主的位置传给女儿阿苏，但阿苏心中却有着不一样的想法。摩梭人由女性主导家庭，母亲、姨妈、外公一家10几口人一起劳作，在老一辈眼中，两人的小家庭是不牢固的。摩梭人这样所有人尽往一起使的大家庭才比较合理。在冬天，女人们会将田间的玉米杆背回家当柴火。阿苏的父亲已经和母亲阿次玛在一起25年，但从未参与过家庭的劳作。阿次玛从未想过要结婚，她和丈夫只是晚上见面。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被称为走婚，因为双方没有家庭琐事，所以也免去了很多鸡毛蒜皮的争吵。每天早上公鸡打鸣之时，村子里的男人们便披着外套各回各家，路过遇到的人要当什么也没看见，更不能上前询问。舅舅扎巴和自己女朋友有3个孩子，摩梭人忌讳叫对方老公和老婆，取而代之是男朋友和女朋友。女人们是独立的个体，而不属于哪个男人。作为家中的达布，阿次玛总是第一个起床生火。在摩梭人习俗中，厨房灶火整个白天都不能熄灭，否则他们认为先祖会生气。阿苏喜欢跳舞，她想去到城里学跳舞，并不想接过母亲身上达布的重担。但家中的表姐妹已经全部离开了村子，她是唯一留下的女儿，母亲不希望家族在她手中断了传承。这个春节，阿苏必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在以前，厉家嘴村民们整日与牲畜、庄稼为伴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随着与时代的接轨，村民们用上了智能手机，接触到了外面的生活。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村庄，有了新的追求。闺蜜杜玛就是离开村子的年轻人之一。杜玛在外面和外族人组建了家庭，但独生女的她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村子继承家族。阿苏很落寞，她不知道自己最终是否也会像杜玛一样，一辈子都困在这村子里。杜玛已经适应了摩梭人的生活，独自养育着儿子。她也开始和丈夫尝试着走婚的生活。丈夫在城里工作，1年只回来1次，其他时间都是通过电话来交流，从手机里看到外面缤纷多彩的世界。阿苏对外界的向往愈发强烈，她向舅舅和母亲坦白了自己的决定。虽然舅舅极力挽留，但阿苏心意已决，母亲也愿意放她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。晚上，阿苏被邻居邀请参加一个派对。和杜玛相比，邻居拉姆则是完全放弃了摩梭人的传统。她和丈夫在泸沽湖畔开了一家餐馆，这正是阿苏向往的生活。拉姆邀请她一定要去他们的餐馆看一看。阿苏接受了邀请。从厉家嘴村到泸沽湖需要开车前往，换在以前需要徒步8小时才能到达。路修好之后，只需要不到2小时。随着泸沽湖成为热门旅游景点，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，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。拉姆的餐馆生意很好，但他心里总有件事耿耿于怀，因为放弃了摩梭人的传统而结婚。他在村子里就是个异类，他放弃了家庭，放弃了传承，但好在也算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在泸沽湖景区，游客们对摩梭人的习俗兴趣更胜于风景。其实他们并非感情生活混乱，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相比，在一段走婚中，他们对待伴侣更加忠诚，只是少了一纸结婚证。摩梭女人更加自由，她们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话语权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选择自己爱的人。路过一家饰品店，阿苏花100块买了一对耳环。此次出来，他对自己人生的追求有了更加清晰的方向。旅游的车队开进了厉家嘴村，避世绝俗的村庄对游客有着难以名状的吸引力。摩梭人的传统民居令他们感到好奇，接待的阿次玛有些手忙脚乱，舅舅杜吉有着前瞻性的目光。他们花5年时间建造了村里第一栋民宿，整座房子采用传统手艺打造，没有使用一颗钉子。刚开始全家人都不同意，这要占据很大一块土地，但杜基很清楚，这点土地上产出的粮食甚至还赚不到2000块。如果修民宿，收益会更加可观。游客需要尊重摩梭人的传统，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议论走婚。春节到了，家家户户换上新的经幡，给佛塔换上新的贡品，祈祷全家人平安幸福。城里生活的表姐达瓦也回来团聚，丈夫也跟着一起回来了。在村子里看到这样一对夫妻非常罕见，
换在以前是要被村民们嘲笑的，但随着不同文化的融入，村民们也开始逐渐接受。在小家庭中，女性一个人承担了抚养孩子的责任，但在摩梭人家庭中，他们会将姐妹的孩子视作己出，大家共同抚养。这是表姐达瓦对城市生活最难适应的一点。晚上，阿苏穿上摩梭人传统服饰，画上口红，他要去参加邻居孩子13岁的成人礼，这是摩梭人人生中重要的时刻。他们手牵手跳起传统舞蹈，吹长笛的男人正是阿苏父亲，一个仅限于为他生命提供另一半染色体的男人。大年初8是一家人上山祈福的日子，这是新年中最后一次相聚。吹响锣号，仪式开始，诵经煨桑，表达自己最诚挚的愿望。第二天一早，阿苏就开始收拾打包行李，他决定了要离开，或许还会回来，但这颗年轻悸动的心值得去感受一番外面精彩的世界。摩梭人的告别没有拥抱，没有握手，就好像离家者马上就会回来一样。